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海错图。在这本书里描写了很多奇异的生物，看到这本书的人无一不感觉有趣，并且很奇特。比如其中一个很吸引人的生物被发现于康熙年间，渔民们下海抓到了一只大章鱼，而这只章鱼仅只有2条腿，并且外观长得很像一个兽形，是人的头。据说当时很多人围观这个生物渔民们都很害怕，最后选择放回了大海中。上述这个生物在当时被人亲眼所见，正是记录在《海错图》这本书籍中。《海错图》的作者叫做聂璜，书中一共描述了300多种神奇的生物，是一本很有奇幻色彩且有研究价值的奇书。作者聂璜常年生活在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所以对海洋生物有着深入的了解，也经常观察海洋生物，并且他还是个画家。书中栩栩如生的生物基本都是真实存在的，其中就描绘了一个名字叫做驼的生物，发生在康熙29年，在福建的宁德，亲眼有人见过它。它看起来大概有2-3米，据说最长可以长到100余米，全身是黑色的，4只爪子，尾巴极长。尤其是它还会吐气成雾，一些药店还会挂着它的尸体吸引人。这种生物只是传说中的生物，在书中还描绘出了很多化生生物。化生是聂璜认为都是由海洋中的动物演变而来的，陆地中的动物也可以演变到海洋中。比如这张画，麻雀画花蛤，聂璜是听人说花蛤是麻雀变成的。聂璜半信半疑，因为麻雀它比花蛤要大很多呀，那身上其余的肉变到哪里去了呢？后来聂璜听一个老人亲眼所见，说一个麻雀能变成多个花蛤。还不仅如此，还有响螺化蟹，这个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现在我们所见的巨脊蟹。书中还描绘了虾化蜻蜓、鲨鱼化老虎，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是，讲述了海市蜃楼的形成。作者说所见的海市蜃楼是由蚬子吐气形成的。听到这里，大家肯定觉得非常的好笑，像是人幻想出来的生物。海错图中各种绚丽神秘的生物都是聂璜根据当地人的所见所闻自己绘制而成的。最有意思的是聂璜还在书中特意的标记哪个生物是听谁说的，是听谁见到的，自己真实描述的，寓言有趣。还在观看的同时，也不禁的感慨到，这种生物究竟存不存在呢？在书中，聂璜还表达了对一些生物的喜爱之情，他还为一个全身为金黄色的螃蟹题诗，可见聂璜的真实和热爱。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后的生物，这个生物血液是蓝色的，公后还会咬着母后的尾巴一起嬉戏。这些绘声绘色的生物能看出来作者是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错综复杂的海洋生物图鉴让后人对海错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正是作者对这些神奇生物的执迷探寻，才有了这本绚丽的海洋生物著作，为中华文明添加璀璨的篇章。大家要是喜欢这本书我会在下个视频推荐给大家。有人说最早的中国是道的世界，但是隐藏在道家的谜团非常的多。道家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之前，但是至今后人都没有揭开道家的真相。然而在1971年，人们开始挖掘了一座古墓，在这座古墓里发现失传的技术和失传的思想。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道家有哪些世人未知的一切。我们时间暂且回到50年前，在长沙，众人正在挖掘防空洞时，一座古墓突然发出蓝色的火焰。这座古墓就是赫赫有名的长沙马王堆。在这座古墓中挖掘出很多世界奇迹，人们在古墓中发现了一具千年不腐的女尸，女尸保存完整，样貌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在女尸的旁边还发现了一个漆碗，碗里面还有装着藕汤，打开的时候藕片竟然还清晰可见，但过了一会儿藕片就化成泥水。大家还有可能听过素纱禅衣，没错，世界上最薄的衣服也是在这里发现的。一件成年人穿的衣服能够将它叠起来放进小小的火柴盒，这些都是已经失传道家的技术，并且这件薄如蝉翼的素纱禅衣它仅只有49克，以现在的技术无法一模一样的还原。后来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汉代的三棉蝉吐出来的丝很细，我们现在的蝉经过进化之后吐出来的丝不够细，所以才导致我们现在的技术都复制不出来。目前素纱禅衣是我国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但是除了道家的技术，我们在马王堆中还发现了失传的道家思想，这里远比技术更加的可怕。大家好，我是温中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除了道家失传的技术之外，一些失传的道家思想更加让人震撼。
在出土的古书之中大约有12万字。比如我们都听过《道德经》，《道德经》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世文化，几千年来被无数人的钻研。但是马王堆中出土的是《得道经》，顺序不同，代表的思想也是天差地别。简单举几个例子，老子的《道德经》中说大器晚成，而马王堆的帛书中写的是大器免成。原来老子的本意和我们认为的心灵鸡汤没有什么关系，是让我们顺其自然。如果你是人才，不需要自己刻意，也不需要别人来造就你。接着我们来看庄子的思想见解。首先，庄子对仁义是极其厌恶的，他认为仁义就是圣人把大道掩盖之后骗人的东西。而出土的帛书中还有关于天文学的知识，包括五星占、天文气象占这2本书神秘莫测，像是穿越了天文的书籍。特别是天文气象占这本书里记载了29颗彗星的名称、周期还有形状，而以目前的科技手段观察彗星至少需要600年。那么古人究竟是用什么观看到彗星的形状呢？现在只能用天文望远镜才能观测得到，而帛书中描绘的彗星形状竟然与现在我们用天文望远镜看到的形状高度的相同。还有更令人惊奇的是，这2本书的重点讲解的是占星术的内容，而关于夜观天象的方法早已经失传了，所以隐藏在道家的谜团非常的多。我们只有破解道家的真相，才能知道远古世界的样子。道家房中术到底是如何颠覆你的三观的？在道家数千年修仙典籍中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个秘密它不在山林谷刹，不在丹炉火候，而是隐藏在最平凡的人伦之道中。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了一批2000多年前的竹简，这让神秘的道家失传的思想重见天日。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道家的房中术，而这些出土的竹简中，除了广为人知的帛书老子5000言、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还有3本极为特殊的古籍《和阴阳》《天下之道坛》和《时问》。当时的专家们整理这批文献时惊讶地发现，这其中蕴含着一套系统露骨的内容。然而呢，由于当时的年代确实还处于封建传统思想，再加上内容的特殊，这批珍贵的文献并没有及时的公开，而是以各种名义在小范围内流传。直到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发生了，来访的日本医学代表团获赠了这份研究资料，日方学者对其阴阳滋补之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整理资料并且公开发表。这一个举动可以让国内的专家非常难以接受，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却在日本重见天日。而和阴阳的典籍中有这样一句震撼人心的话：凡将和阴阳之方，乃与九世与天地共存。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通过正确的阴阳调和之法，竟然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我们乍一听呢，它好像就是一个传闻，但是这并非是空穴来风。东汉著名的炼丹师葛洪在《抱朴子》中也明确地指出，闻房中之事，能尽其道者，可单行至神仙。而传说中的道家彭祖，他一生中先后迎娶了49位妻子，活到了多少岁？大家有知道彭祖的可以告诉我。然而在近代呢，中国有一对夫妇号称是性学第一夫妇，得知我们的道家文化被日本抢先发表之后运作了1年多的时间，才把这份珍贵的资料给带回来，并且还发表了这一本书《道家与性文化》。看过之后你才知道，里面的内容写的都是一些2000多年前的道家最纯正的思想。今天我们所认知的内容其实都是古人玩剩下的，书中包含理论、方法、实践，甚至还有各种你想不到的细节，里面的插图也是很露骨，难以展示。大家好奇的就买回一本偷偷的看，不仅能学习了传统文化，还能满足一份你的好奇心。